金架一路，金鸡独立，接上式跌叉。蹬右腿，合左腿，合右胯，扣右脚脚尖，右拳顺势相合，下沉折叠于腰胯，左前圆，左膝上冲。合左腿，收右步，右脚虚步点地，两拳拳腕相交，由拳变掌，左手逆缠下按，右手逆缠上蓬，手膝相照，左手合于胯间，按掌正脚，松右胯，身法右转，左手顺缠上蓬，右手逆缠外蓬，顺势左螺旋合左胯，开右步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合右胯，收左脚，左手逆缠上托掌，与左膝相合，右手按于右侧胯间。好，背向演示。跌叉，蹬右腿，合左腿，右拳顺势下沉合于胯间，收右步，右脚虚步点地，两拳拳腕相合，双逆缠对撑上领掌，领右膝，按掌下沉，正脚相合，松右胯，左手上蓬，右手外蓬，合左胯，身法左螺旋开右步，当走后弧，下捋收左脚，左手逆缠上蓬掌，右手按掌放松下沉。好，同学们，跌叉接金鸡独立是一个由下身法变高身法的一个动作。那么在起高身法的同学们呢，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和问题。第一，肯定是拧膝。当我们同学们下完跌叉以后，在要求膝关节和脚尖相照的同时，有一部分同学由于蹬地发力很难将自己的身法从低往高处去带，就会形成重心在右腿上，出现将重量压在膝盖上，拧膝蹬腿的这个上起身的一个现象。那么在这里咱注意看第一个细节，当我们想要去重心形成低身法往高身法起的时候，你的下沉一定要保证具有弹性的同时，前腿要学会发力，因为咱们后腿的主要运动是蹬地起身，对不对？那它只有一个力，想用力把自己身体带起来，光靠一条腿蹬自己身体的大部分重量肯定是很困难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跌叉起身的同时，你的前腿在大腿后方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向里勾、向里刨地的一个力量。我们在起身的时候要借助大腿下方的力，有一种向前牵拉的感觉一样，后腿蹬着你，前腿拉着你，这样子你在起身的时候才能变得非常轻松。因为下盘的两个力都用上了，我们的下盘腿后方的这个力，很多同学说老师我不一定能感受得到。我们可以让脚掌按在地上，将重心微微往左腿放一下，让手摸在你的大腿后侧，用脚掌往后去扒地面，你就知道这股力量是从哪出来的了。所以当我们跌叉下来之后，这就是以你脚后跟为那个地面和相合的一个支点，用脚后跟向里去扒地面，你就感受到前腿也在拉着你往上走起身法的一个过程了。这是第一个易错点和解决办法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同学们在起过身的同时，忽略了右手的这种折叠和相合。因为跌叉是一个由下向上浅身上领的身法，就是由下潜到向上的一个身法。那么跌叉做完之后，注意看，重心来到前腿，左拳和右拳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左冲右拉，要随着当胯走弧线的过程中，两手随进胯进肩的同时，把拳形成一个劲力外形上的一种相合，让这形成一个整体。当我们形成整体之后，注意看左胯，它会随着重心慢慢向上移，
逐渐的向上拎起。那左拳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肩胯相合，推动左拳向上做冲拳，右拳就会随着当胯的上行，右胯会不断的往下松，找到这个右拳放松下颌的一个感觉。右拳沉下来，沉到后方以后，你看这边是不是背劲儿了？让你的大臂带动你的右拳，轻轻的向内相合，合于自己的髋胯之间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起完身，右脚虚部点地，到位以后，注意看，两手拳腕相合，不要直接着急去起身，先松胯下沉。当我们坐下来之后，我们可以去感受咱心架里面的核心是什么？胸腰折叠。如果做的夸张一点，看到了没有？就是你的手和身法在运用的过程当中，是通过脊柱涌动的方式将你右手推捧上去。那在这个运化的过程里面，胸腰折叠的运化核心是什么？先坐下来，对不对？让你的根节先和地面形成一个合劲儿，然后再通过蹬地，尾闾内扣，胸椎，再向上去走动作。所以新架一路里面，它不同于老架一路，老架一路里的胸腰折叠非常不明显，但是新架里面它会有一个微动，好像去涌动着把身体拎起来。那么手推捧的位置，随着胸腰折叠运化，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，胸腰折叠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由直下往直上运化的劲儿，而是让脊柱像一条鞭子一样，通过涌动，最后向前向上去将力量推出去。所以你再加上咱的对撑后坐下沉，最后咱的经济独立肯定不是往上去推捧，而是一个什么？而是一个和右膝上下相合，向右斜上方45度，形成对撑外蓬的推掌。手不要直接推过头顶，就在自己的额前上方来进行一个推捧，掌根为你的力点。在推的过程里面，不要把手指往前去探，坐腕下沉。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去感受手腕和臀胯的一个后坐对称，找到感觉以后，再借助下沉放松的力，形成震右脚的动作。震脚的一瞬间，来，这是第3个重点，把两手同时按在两胯，让劲形成一个合，并且整体下沉的劲儿。可能说同学们说，老师，那左手它不是往上领的吧？对。它是在撑完左掌以后，注意看右手按掌的时候，左手并不是定到这儿不动，而是一个，同时有一个微微的两手掌根小逆铲，带有一个螺旋向外的一个感觉。不要把左手呆呆的就一边按掌一边震脚，那不就成一侧合力了吗？咱说过，震脚是周身下沉相合，也就是整体下沉相合。所以左手也会与此同时带到什么？按掌震脚的时候带到一个同时向下按掌的感觉，这是咱左手，它不是定这儿不动啊。那咱再看后边的动作，其实就简单了。你按完掌之后，先松右胯是为了走什么？是为了走一个单立圆螺旋。在这个地方，它和老架是相同的，不需要我们到这儿再走一个什么螺旋，放到这儿，右胯一合。放松上蓬，对撑相合，来，再和左胯螺旋开步。很多同学在这个位置这错误点非常明显，往这儿一按掌，腰当不动，步伐也没有这种通过螺旋去开步的意识，而是只是一个向右的平开步啊。那这个过程里，按完掌之后，严格要求咱的基本功，松胯螺旋上蓬，感受身体有螺旋拧转的对拉。然后再对拉，再下沉相合，通过什么？通过当胯把左脚收进来。那同样的道理，胸腰折叠微涌动向上捧，然后再接下势，手推的位置和右侧是一模一样的，也要注意右推起也是胸腰折叠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丢掉了。咱们练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明显，但是你得知道里边有个这玩意儿啊。这是咱们新架一路的金鸡独立。